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可是何老爷子已经是弥留之际了，医生说他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。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亏欠，他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在他临终前能够见到你这外孙女一面。Sorry， 我没有见他的理由。安迪，不管怎么说呢，你都是他的外孙女，毕竟是血浓于水啊。血浓于水。当初他抛下我妈妈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这个词？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不用求我。对于你和他，我没有兴趣，也拒绝来往。安迪，我不想跟你做无谓的争吵，我请你离开这里。安迪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老爷子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你们。你没有办法想象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他本来就疾病缠身。当他得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个外孙女，他就整天都是在愧疚和负罪当中度过的，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来博取我的同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弟弟，我不会去看他的。你死心吧。安迪，你还年轻，将来的路还很长。我知道，你现在理解不了我们，更不想原谅我们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万一有一天你想通了，可是你的外公已经不在了，那将是你一生的遗憾。这是医院的地址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考虑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啊。来，魏总，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找安迪呢，是因为何老先生病危，他很想见他一面。谭总，我知道你跟安迪是多年的挚友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劝劝他。这也是何老爷子最后的心愿，我呢无论如何要帮他达成。正因为我跟安迪是好友，所以我了解他的脾气。他自己做的决定轻易不会改变，即使我去劝，也没什么效果。谭总，于私呢，你们是朋友；于公，你是他的上司。无论从哪个方面，谭总，你都是最合格的人选。所以啊，谭总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如果肯帮忙，这份情谊我会记一辈子的。以后在生意场上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提。谢谢你，但是你恐怕搞错了一件事情。我跟安迪先是好友，然后才是上下级，所以我不会为了利益去勉强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他做的决定，
任何人无法代劳。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对不起，您请回吧。就算我求你了，何老爷子已经是弥留之际，很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。他最后的愿望嘛，就是能见你一面。别怪他，是我不好。不怪他，这都不怪他，都是我对不起他们娘儿俩。要是能早点找到安迪，他也就不用吃这么多苦，兴许啊，也不会这么恨我。不怪你，这个事情不怪你啊。要怪呢，就怪我当年太懦弱，一走了之。要不然安迪呢，不会变成这样的。不怪你，那样的疯狂，谁都不可能坚持一辈子。这辈子还不清了，也没时间还了。我的遗嘱，遗嘱。老爷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会把它执行好的，好吗？弥补他，我也就能走得踏实些。对于这个素未谋面却即将离世的老人，安迪心里有恨，同样也有怜悯。但那稀薄的怜悯并不能让他原谅何云礼犯下的罪过。他同样也害怕这个弥留之际的老人拉着手喊他外孙女。他想不出自己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，是去痛斥他曾经的狠心，还是与他含泪相认？安迪不知道如何面对。国强啊，他要是原谅了，记得我告诉你啊。
老爷子他一直很内疚，内疚没有早点找到你们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你们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在医院楼下，但我没有上去。老太，我知道我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何云丽和魏国强，但是刚才我听到他去世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了。我的亲人只有我妈妈和小明。我想请假去趟岱山看看小明。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好。好，但你路上小心。记忆中的小时光，阵阵青草香。是谁把它留下来，留在老地方？往事北风轻轻吹荡，人群已散场。只有你向我走来，带来我的忧伤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树叶随你轻轻摇晃，落在我心上。从此再小明，停下来，爱会伴我成长。曾经说要去流浪，天高任我闯。是谁让我留下来，依然陪在他身旁？是谁让我小明，留下来，你好吗？姐姐来看你了。陪在他身旁？小明，你知道吗？
你是姐姐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昨天晚上，有一个自称是我们老爷的人过世了，姐姐没有去见他。因为姐姐认为我们不应该原谅他，对吗？可是姐姐心里还是很难过，为妈妈难过，为我自己难过。为你难过，姐姐不懂。既然是亲人，为什么会走到这样？我知道我跟你说什么你不懂，其实不懂挺好的，什么都不懂。才会更开心，才会知道笑。笑，笑好，哭不好。不哭，不哭，笑好。姐姐跟你一起笑，笑，笑，笑。小明可盼望着你来呢，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坐在那儿画画，他就老往门口看。是吗，小明？是不是啊，小明？你快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老盼望着姐姐来？好了，你们都别送了，差不多我就走了。小明，姐姐会再来看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姐姐给你的红包，开年红包都要有的。快谢谢姐姐啊！真好，你来看他，魏先生也来看他，有你们这样的哥哥姐姐，我们小明真是有福气。魏先生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就是春节前来这儿住了好几天，陪着小明画画、吃饭，还陪着他一起玩儿。我能看得出来，魏先生对你用情很深。安迪，本来我还担心，你要是把小明接出去，如果你嫁人了，对方要是嫌弃我们小明怎么办？现在看来，他能这么理解你，是你的福气，也是我们小明的福气。谢谢院长。姐姐走了，开车慢一点儿，快跟姐姐说再见。安迪，我打死你！我放开我！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
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，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！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。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？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他翻我包和手机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他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，真正的跟他说清楚，所以呢，他对我的解释，他并不相信。你说等等，他打着你的名号，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，只是最近呢，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唯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哎，老谭，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。真是好事不出门啊！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所以说，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理从来不依赖任何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，